大哥，只用破竹席裹着这个女人的尸体下葬，会不会有些不厚道啊？老二，咱家现在的情况根本没钱给这女人置办棺材呀。咱家猪棚里不是还有几块现成的旧木板吗？要不就用那几块木板给这个女人钉一口棺材，用木板钉的棺材总比破竹席来的好啊。两道陌生的男声猝不及防传入花如意的耳中，花如意浓密修长的睫毛在黑暗中轻轻动了动。他不是死了吗？被雷电劈死的，晴天一道霹雳落在了他的车头上。如果那样的情况还能生还，妖魔鬼怪渡劫肯定个个成功。可为什么他现在还能听到人说话？是谁这么可怜，死了连个棺材都没有，还要跟猪抢资源？宿主，女人，你快醒醒吧！你再不醒过来，那兄弟俩就要将你埋了。谁在说话？宿主又是谁啊？没等花如意多想，他忽然觉得脑子里一阵钝痛，接着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逐渐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。我了个大操！女人，淡定。这老赵家的拖油瓶虽然多了些，但个个憨厚老实、善良可爱。你的任务呢，是带着这一家老小发家致富。完成任务后，你就可以回到你原来的世界了。放心，你原来的那具身体啊，系统爸爸我帮你保住啦。我现在还能闻到自己身上有股子大粪味儿。忍一忍，过几天就没味儿了。这诈尸了！这时，赵春来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忽然冲着身边的赵东升大喊：“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二娘啊，你活着的时候，我跟春来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你若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尽管跟我们说，我跟春来尽量完成你的心愿。你就安心的去吧，赶紧上路，免得误了投胎转世的期时。大儿子，二娘没死啊，快起来！东升是吧？我没死，不用去赶及时投胎了。兄弟俩都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。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没死？他们发现这个女人将这个女人从茅坑里捞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的身体已经僵硬了。你们不信我没死啊？瞧那兄弟俩都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，花如意只好从破竹席上起身。我有体温有呼吸，死人是没有体温跟呼吸的。二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你自己起因，一脚踩滑掉进茅坑里的，不关我跟大哥的事啊！都说自己没死了，是熊孩子，咋就不相信呢？花如意懒得再解释，直接对着赵春来伸出了自己的手。有体温，大哥，真的有体温。你真的没死？昨个早晨我跟春来将你从茅坑里捞起时，你的身体分明已经僵硬了，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跟耳朵里全是粪渣子。花如意好不容易才忽略掉自己现在这具身体是从茅坑里打捞起来的。这孩子咋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我那叫假死，就归西。花如意胃里着实难受，当着两个便宜儿子的面，抱着肚子呕了一堆污秽物出来，累得气喘吁吁的解释：一些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进入假死状态，这种假死状态就叫做归西。危险解除一段时间后，人就会苏醒过来。好在我赶在你们两兄弟将我下葬之前醒了过来，不然我就被你们兄弟俩给活埋了。老二，既然二娘已经醒过来了，你现在就去山神庙将你大嫂跟巧莲他们接回来。东升，春来，以前都是我没想明白，犯了浑，闹得这个家鸡犬不宁的。听赵东升那沉闷的语气，花如意就知道他借这具身体苏醒过来，让这个男人心里忐忑难安了。
既然我已经嫁进了你们老赵家，那我花如意就是你们老赵家的人了。从今儿个起，我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，一定不再为难慧娘跟巧莲，善待你们兄妹3人跟几个孩子。如果我做不到，那就让我吃饭被噎死，喝水被呛死。哎，那山神庙年久失修，不避风不避雨，巧莲有孕在身，赶紧去将巧莲接回来。二娘，你刚醒过来，身子骨怕是还有些不适，不如回屋歇着吧。驴蛋，你出来，我怎么感觉头重脚轻的，灵魂要出窍了似的。啊，是不是这具身体在茅坑里泡久了，出了问题啊？女人，请叫我系统爸爸，谢谢。绿蛋，什么鬼名字？不是绿蛋，是驴蛋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你，以后我就叫你驴蛋了。反对无效，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，谢谢。啊，臭女人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俩现在是被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我若是完成不了任务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亲，你这是借尸还魂，你刚苏醒，这具身体对你的魂魄还有所排斥，是正常现象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二娘，我送你回屋吧。多谢。不用客气。花如意随口一句多谢，让赵东升一边搀扶他进屋。恭喜宿主给赵东升留下了好印象，获得10经验币。花如意心头有些暗暗欢喜，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10个经验币。按这势头发展下去，她岂不是很快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？哼，无知的女人，才赚了10个经验币就高兴成这样。10个经验币，那也是币。哼，这种赚钱的快乐，你作为一只蛋，不懂很正常。对了，驴蛋，你还没告诉我，这经验币有什么用啊？经验币当然是用来购买东西的。等你手里有了足够的经验币，你就可以进入系统自带的商城，用经验币从商城里购买东西。有了这个系统自带的商城，加上他之前所学的医术跟厨艺，在这个世界帮助老赵一家发家致富，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。女人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想要进入系统商城，首先要得到开启商城的钥匙。你现在获得的这点经验币，连购买商城钥匙都不够。任务刚刚开始，女人你还需努力哦。获取商城的钥匙需要多少经验币？不多，也就1000经验币而已。被赵东升搀扶进屋之后，四肢往硬板床上一瘫，标准的躺尸状态。二娘，你在屋里好好休息，我去收拾一下堂屋。去忙你的吧。李蛋，咱们能不能重来一次，换一家再做任务？不当请求，扣除20经验币。温馨提示，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扣20。女人，不要如此垂头丧气嘛！你要相信自己有拯救这个贫困家庭的能力，将一个一贫如洗、满是拖油瓶的家庭打造成为南阳郡首富，乃至整个大周的首富。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牛逼、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？老娘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一只蛋废话，你可以圆润的消失了。罗慧良、李巧莲妯娌俩跟着赵春来回来，恰好撞见花如意抱着肚子一头扎进茅房。大嫂，刚才冲进茅房的可是二娘。可不就是二娘吗？罗氏、李氏妯娌俩的对话，让一旁的三妹赵秋菊跟3个孩子害怕的齐齐打了哆嗦。娘，那个女人不是掉进茅坑里淹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
真是好人命不长，坏人命长久。以后我跟俊哥碰壁，又要被那个坏女人欺负了。哭啥哭？你二奶活过来了，咱们应该感到高兴。二奶。俊哥、鹏哥、田姐乖。俊哥、鹏哥是老大房的，田姐儿是老二房的。俊哥、鹏哥、田姐儿，以后能不能管我叫二奶奶，多加一个奶字呢？二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打我。一股热乎乎的尿骚味飘进花如意的鼻子里。花如意低头瞧去，发现鹏哥身上穿的卡其色裤子的裤裆湿了好大一片。你这孩子，二奶奶没打你也没骂你，怎么就哭上了？鹏哥尿裤子了，老二家的，你带鹏哥去换条裤子吧。嘱咐了李氏一句后，就转身朝着自己那屋走去。鹏哥，可是你二奶又吼你了。三婶，二奶她没吼我。娘，二奶没吼我们，也没骂我们。二奶只对我们说，以后要管她叫二奶奶。而且二奶她刚才用了很慈祥的语气跟我们说话。两个孩子都这么说，那定不是那个女人欺负了鹏哥。李氏一边牵起赵鹏去换下尿骚裤，一边朝正屋方向瞅了一眼。难道真如孩子他爹说的那样，那个女人掉了一丝茅坑后，性子转好了？恭喜宿主，获得了李巧莲的好感度，奖励10个经验币。花如意翻了个身，侧躺在木板床上，一脸无趣地叹了口气。女人别唉声叹气，10个经验币也是币呀。收入了这10个经验币，至少你现在的财富值不是负数了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就老赵家眼下的经济状况来看，今儿晚上应当没什么像样的吃食。不如驴蛋，你牺牲一下自己。花如意忽然打起精神，从硬板床上起身。你是想被做成香煎荷包蛋呢，还是想被做成水煮荷包蛋，又或者是蒸蛋羹？你放心，凭我的厨艺呢，一定将你这只胖蛋做得香喷喷的。臭女人，你敢？我可是你系统爸爸。好饿呀。二娘，你醒了吗？感觉好些了吗？我跟大嫂已经将晚饭烧好了，你若是感觉好些了，就起床吃饭。吃饭。二娘，我进来了。迟迟得不到花如意的回应，三妹赵秋菊有些担心，于是推门进来。二娘。花如意将床前洗得泛了白的布鞋套在脚上后，才直起身来打量着眼前的女子。二娘，你怎么这么盯着我呀？秋菊啊，别紧张，就是忽然觉得你的身材挺好的，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经过赵秋菊时，伸手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拍。别因为脸上那块红斑就自惭形秽。你到现在还没嫁出去，那是因为缘分还没到。嘲笑你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你的好。总有一天，欣赏你的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的。因为那块红斑，平时没少被村里人取笑，甚至还被人宣扬是榆树村第一丑女。原主则是榆树村第一悍女，名声响彻10里8村的那种。加上长了一双大脚，30岁高龄毫无行情。最后花家那俩老不死的，为了点彩礼，将原主嫁给了赵老头冲喜。二娘，姑奶奶，我既没打你也没骂你，你哭啥呀？别哭了，你要是不喜欢听我刚才那番话，就当我没说过。二娘，谢谢你。
恭喜宿主成功开导了赵秋菊，获得50经验币。哎呀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晚饭不是做好了吗？走吧，我肚子早饿了。哐当当，赵东升坐在灶堂前，手里拿着火钳，正打算将灶堂里未燃烧殆尽的木柴夹出来。猝不及防，看见花如意揽着赵秋菊的肩膀走进来，惊得他手里的火钳哐当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险些砸在了他脚上。大嫂，三妹跟二娘的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东升，你都3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做事情还那么毛毛躁躁的？这火钳可是毛铁铸造的，可不轻，砸到脚背上可有的疼。哎，都愣愣的盯着我干嘛呀？赶紧坐下吃饭吧。花如意吆喝一声，只有赵东升兄弟俩坐了下来，3个女人跟3个孩子则是端着碗默不作声的站在桌旁。有你们几个的座位啊，怎么还站着？妇道人家跟小孩是不可以上桌吃饭的，这是规矩。啪！赵东升话落，花如意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破木桌上。妇道人家跟小孩不能上桌，这是谁说的屁话啊？没有我们这些妇道人家，能有你们这些大男人啊？你们这些大男人生下来就这么大了？二娘，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？一定是你们记错了。都坐下吧，站着吃多累啊！何况巧莲还怀着孩子呢。女人怀孕期间食欲不佳，情绪容易激动。老二啊，你要心疼你媳妇儿啊！二娘，哭哭啼啼的做啥？二娘让你坐下来吃，你坐下来吃便是了。你个混小子，才让你要心疼媳妇儿！我这话刚说完，你就当着我的面吼你媳妇儿啊！花如意端着继母的架子就瞪了赵春兰一眼。小莲，别理会你男人，到我身边来坐。恭喜宿主感动李巧莲，获得50经验币。温馨提示：获取系统商城钥匙需要1000经验币。宿主您现在的财富总额是100经验币，还差900经验币可兑换系统商城钥匙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傻叉系统，不说后面那句话要死啊！言语不当，扣除20经验币。这是一个文明的系统，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操！言语不当，扣除20经验币。这是一个文明的系统，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财富值好不容易才达到100，一下子就扣了40。花如意气得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，一巴掌拍在了破木桌上。二娘，你吃蛋羹，我们吃野菜。以为他刚才拍那一巴掌是不满意伙食，罗氏生怕他闹起来，忙不迭将桌上唯一的一碗蛋羹端到了他的面前。老大家的，秋菊，今天下午你们有啥打算？我跟秋菊准备带上3个孩子，继续去豺狼岭挖苦蒿。我们今儿早上去的那地方啊，苦蒿跟蛤蟆草还挺多的，没挖完，趁着没人发现那地儿，赶紧去挖了回来，晒成菜干。二娘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就待在家里好生歇着，有什么事儿就叫巧莲帮忙，只要不是体力活，巧莲都能做。总躺在家里不是个事儿啊！不歇了，我感觉今儿个身上比昨天舒服多了，跟你们几个一起上豺狼岭去转悠一圈。妹婿，巧莲，你们2口子在家吗？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，一屋子几个女人跟孩子，除了花如意，全部脸色大变。怎么了？哟，原来惠娘跟巧莲在家啊！哼，这么早就吃过早饭了呀？啊，今儿早上吃的啥？那妇人刚跨过门槛，就伸长了脖子，拉长了目光，使劲往老赵家的铁锅里瞅。这又尖又细的声音让花如意禁不住皱起了眉头。李二狗，男，32岁，
李巧莲娘家二哥，嗜赌成性，好吃懒做，脾气暴躁。张大花，女，29岁，李巧莲娘家二嫂，尖酸刻薄，喜欢嚼舌根，爱贪小便宜。女人，这夫妇俩可是有些彪悍的啊！你现在身子柔弱，得当心一些。我俩现在是被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我今儿个若是被这夫妇俩弄死了，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驴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！你这个坏女人！哼！哼，我若是不坏，就只有被你欺负。行了，若待会儿这夫妇俩太过分，你应付不过来，我帮你就是了。挣钱给狗花，挣钱给狗花，放上班帮牛马，下班遛狗啊！哦，二哥二嫂，你们咋来了？巧莲，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话呀？哼，这大早上的，我跟你哥赶了3里路过来，这进了你家，你不给我俩喝一口水也就罢了，还问我俩咋来了？哼，果然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。你若是不想我跟你二哥来，你就明白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以后不来你家了。亲家二嫂，亲家二哥，巧莲没这个意思，两位消消气啊。秋菊，碗柜里还有点茶叶，你赶紧给亲家二哥二嫂泡茶。亲家二哥，亲家二嫂，可有吃过早饭了？哼，这么早赶过来，哪有吃啊？那我这就给亲家二哥二嫂烧早饭。巧莲啊，家里最近日子过得有些紧，你跟春来手头宽裕，借些粮食给我们应付应付眼下的日子。二哥二嫂，我家去年借你们的50斤苞米，你们现在还没还呢，还有前年、大前年借的粮食你们也没还，眼下我跟春来实在没粮食借你们了。李氏摸了摸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，再扫一眼身边3个面黄肌瘦的孩子，果断拒绝了张氏借粮的要求。我家院子里晒的全是野菜，二哥二嫂方才从院子里路过，应该瞧见了。眼下这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我家也短缺粮食的紧，菌根、棚根跟田秸每天都吃不饱，每天早上都是被饿醒的。3个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吃不饱可不行啊。哎呀，还请二哥二嫂可怜可怜3个孩子，将这几年借的粮食都归还了。李小莲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吃咱家老李家的粮食长大的，别刚嫁到老赵家没几年就忘了本了。哼，咱老李家养了你10几年了，将那10几年的粮食堆起来，都能将你活埋了。哼，我跟你二哥问你借点粮食怎么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傻欠刀的。二舅母，你别骂我娘，我娘肚子里还怀着小弟弟呢。呸！就你娘这肚子生出来的全是赔钱货。娘大家的。李氏倒在地上，感觉身下软绵绵的，摔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疼。二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没事儿。老二家的，你再压我身上一会儿，没准我就要驾鹤西去了。罗氏3个孩子以及找到茶叶赶回厨房泡茶的赵秋菊，慌忙将李氏从花如意的身上拉了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伯娘，十二舅跟二舅母管我娘要粮食，我娘说咱家没粮食，二舅母就生气推倒了我娘。好在二奶奶给我娘做了肉垫，不然我娘跟我弟弟就出事了。二娘，爹去了，现在你是这家里的长辈，今儿这件事要怎么处理，你来拿主意。老大家的，将你手里的粮食放下，晚上往野菜糊糊里多加几两苞米面。3个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巧莲大着肚子都需要营养。至于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不配吃咱们家的饭。是，二娘。花如意一声吩咐，她立马将准备做给李二狗夫妇俩吃的苞米面搁进了碗柜里。姓花的，你骂谁猪狗不如呢？我又没指名道姓的骂，谁接话谁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！李二狗，这姓花的寡妇欺负我，你没瞅见吗？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？
花如意刚掉过茅坑，身子骨还没恢复，生怕花如意在李二狗手里吃亏。罗氏走来，伸手就拿起了灶台上的锅铲，握着锅铲，一脸防备地挡在花如意的面前。亲家二哥，亲家二嫂，我二娘身子骨还没好利索，巧莲又大着肚子，他们俩现在都受不得刺激。你们若是继续不依不饶，可就不要怪我没拿你们当亲戚待了啊！老大家的，你觉得对牛弹琴有用吗？将你手里的锅铲给我，你跟秋去看好老二家跟3个孩子。花如意接过锅铲，握着锅铲的手一扬一落，锅铲的铲子就重重地落在了张氏的屁股上。李二狗在一旁看傻眼了，没等他回过神来，花如意手里的锅铲就朝着他屁股落了下来。老娘泼辣蛮横在10里8村是出了名的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就算老娘在茅坑里泡了半宿，身子骨现在还没好利索，对付你们夫妇俩，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哼，我们老赵家可不是你们夫妇俩撒野的地方，你们夫妇俩要么自己圆润的滚出去，要么我用这把锅铲将你们夫妇俩打残了丢出去，你们自己选。花如意话音刚落，李二狗转身撒腿就往外跑，速度快的跟踩了风火轮似的。李二狗，你这个怂货，你这个没本事的窝囊废，不要丢下老娘，等等老娘啊！二奶奶，你可真厉害！我二舅跟二舅母在杨树村那可是1顶1的霸道，很少在人手里吃亏。你竟然能将我二舅跟二舅母吓得屁滚尿流的离开！金哥，赶紧扶二奶奶一下。赵俊忙不迭伸手将他扶住，紧张地询问：二奶奶，你咋的了？腿有些发软，扶我到桌子旁坐会儿。花如意坐下后心里有些后怕，他现在3魂7魄未定，又接连吃了3天的野菜，身上哪有多少力气啊？就刚才拿锅铲揍李二狗夫妇那2下，几乎将他吃奶的力气都给使出来了。二娘，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你一起受这罪。哭什么哭啊？我还没死呢。别动不动就流泪，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好。恭喜宿主成功搭救李巧莲跟李巧莲肚子里的胎儿，获得经验币500。恭喜宿主撵走李二狗夫妇，成功解除老赵家的危机，获得经验币200。赚了700经验币，人肉垫子没白做，加上之前赚的那些经验币，差不多有900经验币了。再赚100就能获取系统商城的钥匙了。花如意默默算了算账后，激动地拍桌子站起：二娘，你腿不软了？不软了，不软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上豺狼岭挖野菜。惠娘，老二家的还好吗？巧莲，二哥二嫂今天来干嘛的？你跟孩子没挨他俩欺负吧？我跟孩子都好着呢。二哥二嫂今儿个是来咱家借粮的，我没借，二哥二嫂就恼了，我被二嫂推了一下，好在有二娘在。哼，今儿若不是二娘躺地上当了我的肉垫，我跟孩子恐怕就……李氏话落，赵春来走到花如意面前，扑通就跪了下去。二娘，今天你救了巧莲跟孩子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娘，我就是你亲儿子。娘啊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被巧莲压了一下，身上还痛不？可需要找郎中。老二，还是继续管我叫二娘吧。既然我已经是你们老赵家的一员，巧莲有难，我出手救巧莲是应当的。哎呀，你不用如此放在心上，你改口管我叫娘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亲娘吗？你亲娘在天之灵，若是知道你认了其他女人做娘，心里得有多难过啊？好像是有些对不起死去的老娘，是吧？以后还是管我叫二娘吧。二娘，我发现啊，你自从掉了茅坑苏醒后，好像懂了很多东西。赵春来的目光忽然绕过了花如意，朝着一旁李氏高高隆起的肚子瞧了去。巧莲这一胎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二娘，你可瞧得出来？
老二，你希望巧莲这一胎生儿子还是闺女？我当然希望巧莲这一胎生个大胖小子，为我们老赵家延续香。赵春来话还没说完，一只耳朵就被人拧在了手里。痛！二娘，你快放手！二娘，老二又没犯错，你拧老二的耳朵做什么呀？这个家好不容易才其乐融融了2-3天，罗氏生怕花如意跟赵春来吵起来，忙不迭开口劝和。哎呀，就算老二说了什么话，惹了你不高兴，咱也松开手，好好说啊！二娘，成不？看在罗氏的面子上，花如意松开了手。赵春来呀，赵春来，你媳妇大着肚子，每天吃不好睡不好，你不想着弄点好吃的给你媳妇补补身子，净瞎琢磨你媳妇肚子里怀的是男球还是女球？哼，是你们老赵家有皇位要继承啊，非得让你媳妇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？没皇位继承。既然没有皇位要继承，那就别要求你媳妇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二娘不愧是享有榆树村第一悍妇名声的女人，这掉了一次茅坑后懂了道理，性格变好了，但这训人的跋扈气势比以前高涨了不少。二娘，你别骂了，我也没说我不喜欢闺女啊。大哥俩儿子，我就是羡慕大哥，也希望巧莲能够给我生个儿子。如果巧莲这一胎生的是闺女，我一样喜欢。赵春来这句话让李氏心里踏实了。自从怀孕，她就一直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这一胎再生个闺女，惹怒赵春来，被赵春来休弃。二娘，春来对甜甜很好，我相信春来。哎呀，你让春来起来吧。还不快起来？腿跪麻了，需要你媳妇搀扶你起来吗？不用。恭喜宿主解开了李巧莲的心结，获得500经验币。宿主，您现在的经验币总额是1410，可选择使用1000经验币兑换系统商城钥匙，请问宿主是否兑换？兑换。需要兑换，请按是。驴蛋，你赶紧圆润的给我滚出来！女人，你是更年期提前了吗？火气这么大！送我回原来的世界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将我送回去。大晴天的，怎么会电闪雷鸣？那天那道雷电肯定跟眼前这货有关系，是眼前这货害他绑定了这古怪的系统，将他送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花如意被高昂的物价刺激的伸手拽住驴蛋的一只翅膀，从他那毛茸茸的翅膀上拔下了一根羽毛。哎呀！上当了！臭女人，你松手啊！女人，就算我现在拼尽全力送你回原来的世界，你也活不了。你的那具身体被雷电击中，受损严重，需要在寒运动中将养3-4年，受损的地方才能得到修复呢。花如意这才泄气又认命的松开了手里毛茸茸的东西。一碗蛋炒饭700经验币，一碗阳春面700经验币，一份3鲜饺子1200经验币。老娘辛辛苦苦挣了3天经验币，还不够买一碗饺子。这破烂系统商城将物价定得如此高，蠢蛋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辱骂系统扣除经验币20。提醒宿主，这是一个文明的世界，请宿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文明行事。花如意翻了个白眼，一脸破罐子破摔的表情。扣吧扣吧，反正剩下的那点经验币连买一碗阳春面都不够。哎呀，系统商城里卖的是功能吃食，所以价格比较昂贵。普通的一碗扬州炒饭只能给人提供半天的能量，系统商城售卖的扬州炒饭一碗相当于普通的3碗，一碗能给人提供1天半的能量。花如意心里这才稍微好受一些，她有些颓废的从系统商城退了出来，再动作颓废的将新手大礼包打开。这新手大礼包好有分量，女人你赚大了！
手术工具、定魂丸、纳戒，系统赠送的这3件东西都很适合你。春蛋，给我说说定魂丸跟纳戒的作用。定魂丸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稳定3魂7魄的。女人，你的灵魂跟这具身体尚未彻底契合，导致你现在身体虚弱，容易头晕眼花、疲倦无力。只要服下这颗定魂丸，你的身体就能恢复了。至于这枚纳戒嘛，它是一个储物空间，这种储物空间比你原先那个世界的保险柜还要安全。你只要用你的一滴血将这枚纳戒激活，这枚纳戒就会认你为主。以后你将东西存入这枚纳戒之中，除了你本人，任何人都无法将东西取出来。听你这么说，这2件倒真是好东西啊。花如意先拿了那枚定魂丸含进嘴里，蓝色的药丸子入口即化，旋即一股清凉的药香味在他嘴里蔓延。女人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棒极了。接着他咬破自己左手食指的指腹，一滴血珠掉落，不偏不倚地滴在那枚纳戒之上。纳戒的界面吸收了花如意的血之后，发出了一点淡淡的红光。激活成功！女人，这枚纳戒已经认你为主啦。旋即就将那套手术用具装入了纳戒之中。好了，家里没啥事了，老大老二，你们回地里继续干活吧。秋菊，你二嫂身子不方便，你留在家里照顾你二嫂，我跟你大嫂带着3个孩子上山摘野菜就行了。二娘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让秋菊跟你们一起去吧。眼下苞米正在抽穗，隔3差5的下雨，我有些担心今年的收成，还是趁着地头山上现在有野菜，多挖些野菜回来囤着，免得粮食真的短缺了，全家人都饿肚子啊。二娘，就让秋菊跟你们一道去吧，我时不时回家看看巧莲。半个时辰后，花如意就在老赵家大大小小5口人的带领之下，出现在了豺狼里。二娘，咱们就在这里挖野菜了，再往前就是深山老林了，可不能去啊。花如意歇了口气，正打算迈腿继续往前，就被罗氏焦急地叫住了。哎，深山老林里有豺狼，就咱们几个女流之辈跟小孩进去有危险呐。3年前闹饥荒，地头山里的野菜都被挖光了，隔壁村有个半大的小子饿极了，独自跑进深山老林里打猎，结果3天3夜了都没回家，找到人的时候，尸体都被豺狼啃得只剩下了一半。听罗氏说着，忙不迭地将迈出去的腿收了回来。阿娘，这铁锹轻巧好用，你身子还没恢复好，用这个挖。秋菊，这铁锹你使吧，将你手里的镰刀给我就行了。哎，好啊。花如意握着镰刀，旋即对着旁边的赵俊招了招手。俊哥，将你手里的箩筐借我用一下。二奶奶，这箩筐待会儿要用来装野菜的。二奶奶就试一下，不会耽搁装野菜的。等罗氏姑嫂带着3个孩子去挖野菜后，花如意拿着镰刀去砍树枝。娘，咱们家是从山上挖野菜的，二奶奶砍树枝做什么？难道你二奶奶是担心家里没木柴时，准备砍些树枝回去烧？二奶奶，你怎么将咱们待会儿要吃的苞米糊糊到地上了？我晌午不吃就是了，不会少了俊哥你的。二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咱们家现在没啥粮食。二奶奶，你将苞米糊糊撒地上太可惜了，我心疼。嗨，不可惜，二奶奶这是在布置陷阱抓野鸡山雀呢。抓到山鸡，咱们今晚就有一顿好肉吃了。二奶奶，这个陷阱真的能抓到山鸡吗？野鸡山雀都怕人，听到动静就不会来了。鹏哥想吃肉就得安静一些。我不说话了。花如意蹲着身子，藏在一簇杂草后，手里拉着一根钩树皮，钩树皮的另一端被系在了支起箩筐的树枝上。吕大，你出来一下。
女人，你又有什么呼唤？帮一下忙，谢谢。驴蛋一阵眩晕，还没搞清楚眼下什么情况，就听到咯的一声尖叫。哎呦喂，你个仙人板板呀！我是你系统爸爸，你竟然扔我！哎呦喂，我的老腰，差点就被你这个狠心的女人给摔折了。花如意侧过脸，偷偷翻了个白眼。这货就是一只蛋，有腰吗？哼，别看不起蛋，蛋也是有腰的。好吧，你有腰，你的腰又圆润又漂亮。太好了，二奶奶抓到山鸡了，今晚有肉吃喽！二娘，这山鸡的爪子可尖锐了，你当心一些呀。没事儿，再厉害也只是一只山鸡。二娘，辛苦你了，为了给家里改善伙食，被蚊虫叮咬成这样。恭喜宿主加深了罗慧娘的好感度，奖励20经验币。不就是被蚊虫叮咬了几个红疙瘩吗？弄些苦蒿汁涂抹一下，今天晚上红疙瘩就能消了。眼下这个季节，无论是山上还是家里，蚊虫都成群结队。或许他可以带领老赵家几口人鼓捣一些驱蚊香包，弄去距离榆树村最近的兴田镇卖。老大家的，你偶尔会去兴田镇，有见过兴田镇的小商贩卖驱蚊香包吗？二娘，驱蚊香包是啥呀？哎呀，驱蚊香包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驱赶蚊虫的香包。还有这等好东西？二娘，你懂得可真多。这玩意儿我听都没听说过呢，我只知道用蒲扇可以驱赶蚊虫。二娘，你怎么忽然提到了驱蚊香包啊？我对你们提驱蚊香包，当然是想做驱蚊香包啊。花如意将五花大绑的山鸡丢进箩筐里，顺手从地上扯了一根苦蒿，将苦蒿搁在鼻子前闻了闻，气味够浓，用来熏蚊虫，效果应该很好。做驱蚊香包的材料，咱们豺狼里应该都有。一是这苦蒿，二是金银花，三是薄荷。将这3种草药生晒晒干之后碾碎成末，按照比例灌入香囊之中，将香囊挂在身上，不仅可以驱赶蚊虫，薄荷的气味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。花如意认真地说自己的想法，没注意身边的几个人已经被他的话惊呆了。老二家的怀着孩子，俊哥、鹏哥跟田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天3顿野菜饭哪能成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趁山上地头还有货，咱们多弄些苦蒿、金银花跟薄荷草回去，晒干了做成驱蚊香包，拿去兴田镇卖，赚了钱用钱买米粮回家吃。二奶奶，你咋还懂医呀？我敢说，二奶奶你刚才说的那些，咱们村的赤脚医生都不知道。二奶奶假死的时候梦到了一位老神仙，是老神仙传授二奶奶这些东西的。二奶奶这么说，俊哥可相信？我相信。二奶奶，我也相信。我也相信二奶奶。真乖，真好骗。你们继续挖野菜，我在附近转转。二娘，让俊哥跟你一起去吧。虽然这里不是深山老林，但这个季节有蛇虫鼠蚁出没，万一被蛇咬了，一个人不方便求救。二奶奶，你想往哪边走？我拿镰刀走前面，为你开道，不让路边的刺藤茅草割伤你。走那边吧。刚才那只山鸡就是从那边的草丛里窜出来的。二奶奶，你在找什么呢？二奶奶在找鸡窝，俊哥跟二奶奶一起找吧。若是鸡窝里有鸡蛋，今儿晚上又可以蒸蛋羹了。二奶奶，你瞧，那簇草丛中间有个大圆坑，会不会是那只山鸡住的窝？还是俊哥眼神好。几只毛茸茸的花斑鸡仔出现在了花如意的视线里。二奶奶，是小鸡仔。二奶奶，这些小鸡仔还小，吃不得，咱们要将这些小鸡仔带回家吗？当然要带回去。花如意上前2步，弯下腰，直接将鸡窝都给端了起来。有鸡窝在，小鸡仔有安全感，也不怎么扑腾。咱们将这窝小鸡带回去养大，公的杀了吃肉，
母的留着下蛋，再有3个月左右，你二婶就要生了，正好可以给你二婶补身子。二奶奶，可是咱们家没有粮食喂小鸡呀。那咱们家里的那2只鸡现在喂的啥？喂的野菜。可是不能给小鸡仔喂野菜。不能喂野菜，那就去地头里挖蚯蚓喂给小鸡吃。花如意虽然没有养过鸡，但是知道乡下有些农户养鸡会时不时的挖蚯蚓给鸡吃。将蚯蚓分割成一段一段的给小鸡吃，应该能行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不愧是我的二奶奶。二奶奶，山路不好走，你将鸡窝给我吧，我来端着，你只走路就行了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自己都走不稳呢，还是二奶奶自个儿端着鸡窝。我是小孩子，摔了跤不疼，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就行了。二奶奶，你别碰那些蘑菇。二奶奶就摘几朵蘑菇而已，俊哥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二奶奶，这些蘑菇是有毒的。去年村里的一头牛上豺狼岭吃草，不小心吃到了蘑菇，回去后不到1天就死掉了。放心吧，这些蘑菇没毒。二奶奶，你怎么知道这些蘑菇没有毒啊？毒蘑菇呢，大多颜色鲜艳，菌散有斑点，气味刺鼻难闻，不长虫子。咱们眼前这些蘑菇，颜色跟枯黄腐烂的树叶差不多，散发着一阵阵清香。有些蘑菇上还长了虫眼，肯定不是毒蘑菇。二奶奶，你真厉害，连这些都知道。咱们将这些蘑菇捡回去，清洗干净了，跟那只鸡一起炖。哎呀，野蘑菇炖山鸡，又是山珍又是野味，味道一定很鲜美。二奶奶，听你说的太美味了，我没忍住。咱们家现在伙食不好，馋肉很正常。二奶奶又没笑话你，这么害羞做什么？一会儿功夫，花如意就摘了不少，被子都包不住了，这才起身跟赵俊说道：俊哥，咱们今儿就摘那么多，赶明儿咱们带了背篓上山，再多摘些回家。两人一人抱着山鸡窝，一人拎着蘑菇，沿着来时的路走了1刻多钟，回到了罗氏几个挖野菜的地方。娘、小姑、俊弟、甜妹，我跟二奶奶带了好东西回来。哇，是小鸡仔！哈哈，娘、小姑，大哥跟二奶奶抓了小鸡仔回来，哈哈，好可爱的小鸡仔呀！二奶奶、大哥，你们在什么地方抓的这些小鸡仔啊？就在前面不远的那片林子里抓的，想来应该是咱们刚才套的那只母鸡孵的。母鸡咱们今晚就杀了炖汤吃肉，这群小鸡仔咱们就带回家养起来。二娘，将这么多小鸡仔带回家，拿啥喂呀？娘，二奶奶说了，挖蚯蚓喂小鸡，地头泥巴里应该有很多蚯蚓。大伯娘，以后我跟大哥一起挖蚯蚓喂小鸡。哎，还有我跟大哥田姐一起挖泥鳅喂小鸡。那就辛苦俊哥、田姐跟鹏哥了。死丫头，你掉进茅坑里没淹死？昨儿个你咋不回家看看你爹呀？下了山进了村，花如意一边正琢磨事情，一边跟着罗氏妯娌俩往回走。你爹受凉染了风寒，昨儿晚上咳了半宿才睡着。你这死丫头啊，一点都不惦记着娘家，真是白养了你这些年。亲家姥姥吃晚饭了吗？哼，还没呢，生了这么个没心没肺的玩意儿，气都气饱了。梅干菜，46岁，重男轻女，尖酸刻薄。宿主，这个女人是你娘。死丫头，你爹都快渴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哎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呀？这不是还没死吗？渴死了再通知我，好歹生了我一场，我应该去吊唁一番。你个混账玩意儿，看老娘今不打死你！别打我二奶奶，我二奶奶在粪坑里受了凉，身子骨还没有恢复呢。赵鹏、赵甜甜紧跟着冲到了花如意的面前，学赵俊的模样，将手臂张开。哼，你们3个兔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，否则老娘连你们3个兔崽子一块收！你敢？姓梅的，要是俊哥、田姐、鹏哥少一根头发，我保证去你们花家将你那2个宝贝哥的孙子抓起抽几个大嘴巴子。哎呦喂，你
这个没心没肺的玩意儿啊！宝哥跟成哥可是你的亲侄儿啊，你竟然为了老赵家的3个兔崽子要打自家的亲侄儿！哎呦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坏心肠的玩意儿啊！哎呦，嗷的嚎丧嘛啊！你男人没死，都被你这几嗓子给嚎嚎死了。梅氏刚嗷嗷的喊了几嗓子，就被他不耐烦的打断了。二奶奶没事儿，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，不该你们小孩子插手。俊哥，你年纪最大最懂事，赶紧带着弟弟妹妹离开。花如意话落，罗氏忙不迭的给赵秋菊使了个眼色。赵秋菊慌忙将3个孩子拉到了旁边。亲家姥姥，俊哥没说谎，二娘她在茅坑里泡了半宿，受了凉，醒来之后啊，在床上躺了2天，今儿个身子骨才稍微利索些。亲家老爷病了，二娘她并不知情。面着花家是花如意的娘家，罗氏一咬牙，接着说道：二娘身子不适，不方便四处走动，明儿个一早我跟东升去看望。看什么看啊？你两手空空去看人，人欢迎你吗？咱们家可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你霍霍。瞧瞧我那3个大孙儿，个个面黄肌瘦的。你千万别气晕过去，你要是气晕过去了，我可不会将你扛回老花家的。哎呦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个黑心黑肝黑肠子的玩意儿啊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！让梅氏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将村里的人引来，对花如意的名声总归是不好的。罗氏寻思了一下，正打算伸手去将梅氏扶起来。老大家的，干啥呢你？我将亲家姥姥扶起来，将村里的人引来了，对二娘你的名声不好啊。他自己一屁股坐下去的，扶啥扶？你不怕被碰瓷儿，我还怕被碰瓷儿呢。名声这种东西，我要是有，还能嫁给你那死鬼公公做继室？瞥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梅氏一眼。青梅的，你要是真想死，那村口有棵歪脖子树，将你的裤腰带一解，挂上去就行了。梅氏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瞪大一双泛黄的老眼，表情傻了吧唧的将花如意瞧着。你们妯娌俩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家烧饭？想饿死我吗？罗氏妯娌俩这才从傻愣中回过神来，赶忙叫上3个孩子去追花如意的脚步。二娘，你刚才那样说，万一亲家姥姥想不过味儿，真的跑去村口那棵歪脖子榆树下解开裤腰带上吊了怎么办呢？哼，那老不死的，若真敢去村口歪脖子树上上吊，天上怕是要下红雨了。哼，那老不死的就是想用死威胁我，拿捏我，好让我多给老花家送些东西。二娘，你以前不是挺向着娘家的吗？以前是我傻，老花家那俩老不死的将我卖了，我还笑眯眯的给那两老不死的数钱。以后不会了，以后谁对我好，我就对谁好。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会再像以前一样，隔三差五的将老赵家的东西往老花家搬。进了院子，罗氏将装满苦蒿的箩筐往院子里一搁，就拎着那只山鸡大步朝厨房走去。大嫂，你今儿在豺狼岭抓了只山鸡呀？我哪有这本事啊，是咱二娘用箩筐布置的陷阱套住的。娘，你握着菜刀都快半盏茶的时间了，咋还不动手呢？娘，你再不动手，天就要黑了，天黑了就不方便拔鸡毛了。鹏哥，别急呀，今晚上一准让你们吃上鸡肉。三妹，你会杀鸡吗？大嫂，我没杀过鸡啊，以前过年家里杀过几次鸡，但都是爹跟大哥杀的。那你赶紧去地头将你大哥叫回来。花如意蹲完坑，一脸恼火的从茅房里走出来，正好瞧见赵秋菊急吼吼的准备出门。嗨，老三，才回来，咋又急吼吼的出门了？去地头叫你大哥回来杀鸡。别去了，家里有缝衣服的针吗？
啊，有就去拿来给我。赵秋菊不知道花如意要针做什么，但还是按照花如意的嘱咐，转身进屋去取针。二娘，今个辛苦你了，你回屋歇着吧。晚饭烧好了，我让俊哥通知你。折腾了半天，鸡还是活的。等你将晚饭做好，会儿菜都凉了。将鸡给我，我来杀。凡事靠男人，没男人在身边的时候咋办？二娘教训的是。二娘，针拿来了，家里的针有些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花如意握着针的那只手在鸡脑袋上轻轻摸了2下，旋即将手里的针扎进了鸡脑袋里。原本闹腾的山鸡瞬间失去了活力，像根面条一样软趴趴的挂在花如意的手上。二娘，是鸡是死了还是睡着了呀？死了。花如意将针拔出递给赵秋菊，顺便对着罗氏招了招手。老大家的，赶紧去拿只碗来，趁着这鸡刚死还是热乎的，将鸡血放出来。我这就去。罗氏很快将一只盛菜的大碗搁在了花如意的身边。花如意拿起菜刀，轻轻地往鸡脖子上一抹，鲜红热乎的鸡血流了出来。这鸡血腥味挺重的，吸着鸡血做什么？现在闻着是腥，一会儿煮熟了就不行了。好香呀！慧娘、秋菊，你们在煮啥呢？大哥，这好像是炖肉的味道呀！忽然闻到肉香味儿，兄弟俩跟仨孩子一样，没忍住吞了口水。哪儿来的肉？大嫂他们今天不是上豺狼岭了吗？或许是运气好，捡到了山鸡、野兔啥的。回来了，洗把手，准备吃饭了。二娘，今儿怎么是你烧饭？二娘身子骨好没好利索，姑娘、秋菊，你们俩怎么能让二娘烧饭？太不懂事了！吼啥吼？娶个媳妇儿回来是让你疼的，不是让你吼的。三妹，你也不能吼。哼，这个家若不是有几个女人操持着，你们兄弟俩能穿得上干净衣服，吃上热乎的？我年纪轻轻好胳膊好腿的，帮忙做饭怎么了？再骂你媳妇儿跟三妹，给我滚出去，别吃饭了。大哥，前儿个晚上我吼巧莲，才被二娘骂了一顿，你咋不记事啊？这次记住了。一会儿饭菜上桌，二娘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吃个鸡腿。孩子他爹、二叔，你们下地辛苦了，这个鸡腿跟鸡翅根你们吃。3个孩子眼巴巴地将盆里最后一个鸡翅根盯着，都馋得流口水。鸡腿瘦肉多，塞牙缝，我不喜欢，给甜姐吃。花如意夹起碗里的鸡腿，搁进了赵甜甜面前的碗里，旋即扭头，目光在赵东升兄弟俩身上一扫。我也不喜欢吃鸡腿，鹏哥吃。大哥不喜欢吃鸡腿，我也不喜欢吃。俊哥，你吃吧。老二媳妇需要营养，最后一个鸡翅根，老二媳妇吃，吃血补血。老二媳妇多吃些鸡血。二娘，这鸡血真好吃，一点血腥味都没有。又嫩又滑，还跟生嫩豆腐似的。二娘，这盘肉是什么？嚼起来很劲道啊，很好吃。很有嚼劲，那应该是鸡肠子。咳什么咳？肠子里面的粪便被我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毒不死人。洗得再干净，可那也是鸡下水啊。瞧你那一脸难受的表情，难道这鸡下水比蒸苦蒿、煮蛤蟆草还难吃？二奶奶，我觉得还是鸡下水好吃。鸡下水是肉，吃了扛饿。吃蒸野菜，当时吃得饱饱的，没干一会儿活就饿了。哼，瞧瞧你二叔那矫情劲儿，还是咱们俊哥有见识。二娘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请你老人家在孩子面前稍微给我点面子呀。老什么人家，咱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泥巴呢，
以后再叫我老人家，我给你急。穿越喜当娘，孙儿3、4个，对她这个黄花大闺女来说已经够悲催的了，再天天被这一大家子人在耳根子边上喊她老人家，这日子没法过下去。二奶奶一点都不老。二奶奶跟我娘一样漂亮。还是田姐会说话。赵春来又有些无地自容，干脆低着头认真的扒饭。咱们这是不是不兴吃动物下水啊？二娘，咱们这是不兴吃动物下水。肝、腰子跟心子这些内脏还是有人吃的，但大肠、小肠、肚子这些是装粪便的，实在太脏了，很少有人吃。大肠、小肠、肚子收拾拾掇，可都是美味佳肴啊。真是暴殄天物。那咱们这杀了猪牛羊下水都是怎么处理的？耕牛有在官府登记，很少有人杀牛，但猪羊下水一般都是喂猫喂狗，丢河里喂鱼，或者挖个坑埋起来。花如意听得一阵心绞痛。二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继续吃饭。二娘，这蘑菇真的能吃吗？赵东升从盆里夹起一片蘑菇，想起去年村里一头牛上山误食野蘑菇被毒死的事情，有些心颤颤的，鼓起勇气都不敢将蘑菇塞进嘴巴里。老二家的怀着孩子呢，这蘑菇若是有问题，可是……放心吃吧，这些是可食用蘑菇。咱们村的那头牛被毒死，是因为吃到了毒蘑菇。二娘，这野蘑菇味道真好。喜欢吃就多吃些，山上还有好些这种蘑菇。明儿个你们兄弟俩将地头的活放一放，跟我们一起上山捡蘑菇。二娘，苞米地里的杂草还没除完呢。咱家的麦苗长得不够好，今年的麦子收成可能不行。那几块地的苞米稍微好一些，今年下半年跟明年春上的口粮就全靠那几块苞米地了，得赶紧将地头的杂草除了，好让苞米棒子长粗壮一些。耽搁1-2天，对那几块苞米地没啥影响。种子不好，就算兄弟俩天天抱着那几块苞米地伺候，苞米棒子也不会长得很粗壮。山上的蘑菇已经长成了，若不赶紧捡回来，全都会烂在山上。你们兄弟俩腾出一天跟我们上山，多捡些蘑菇回来，吃不完的晒了搁着，冬天可以吃，或者拿去镇上卖，换些钱买粮食。二娘，这附近10里8乡的人都认为那些蘑菇有毒，能卖得出去吗？能不能卖出去，总要卖了才知道。这买卖还没开张呢，别净说些丧气话。赵春来说啥错啥，只好将嘴巴闭上，继续认真的扒饭。一大盆蘑菇炖鸡肉，再加上一大盆野菜苞米糊糊，这一顿饭，一大家子人可算吃得心满意足。恭喜宿主改善了老赵家的伙食，奖励500经验币。哟，大姐，在吃饭呢。咱爹现在在床上躺着，咱娘找你回家瞧瞧咱爹，被你堵在村中央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你竟然还有心情吃饭。花如意听得眉头一皱，这一天到晚不是这个来找茬，就是那个来找茬，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？哎，淡定淡定，若是日子好过，原主就不会被1两银子卖给老赵头冲洗了。看见你心情不好，你可以圆润的消失了。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又不是我当然有心情吃饭。至于姓梅的，那是他上赶着找嘛。既然他这么主动，我若不成全他，这就说不过去吧。花如海、唐青莲，给我站住！谁允许你们俩踏进我家的？没事在花如意这里没捞到好处，回去之后在花如海夫妇面前添油加醋的哭诉了一顿。看到你们俩我就烦，不想挨骂的赶紧圆润的滚蛋。如海，咱俩是不是走错门了呀？坐在那儿的是咱们大姐吗？大惊小怪啥？那个女人不是大姐还能是鬼吗？看来咱娘说的没错，大姐从茅坑里爬起来后变了性子，不好惹了。那咋办？哎呦，那咱还帮不帮娘讨回公道了？还管不管老赵家要东西了呀？
咱娘又没缺胳膊少腿，公道就不讨了。既然咱们已经来到了老赵家，哪有空着手回去的道理？东西还是得要的。哎呀，这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粮食都短缺，大姐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向着娘家了。咱管老赵家要东西，大姐能答应吗？硬的不行，咱们来软的。你们堵门口嘀咕啥呢？挡我家光线了。大姐，我的好大姐，你别生气啊！我跟青莲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嘿嘿，趁我还没抄家伙之前，你们夫妇俩赶紧滚蛋！花如意，你不就嫁了个死鬼老头吗？嚣张啥？老大家的，帮我把锅铲拿来。锅铲还没洗呢，娘，火钳可以不？可以，赶紧拿来。二奶奶，火钳来了。鹏哥真乖，都会帮二奶奶干活了。鹏哥，二奶奶要收拾坏人了，赶紧到一旁站着去，免得待会儿溅你一身血。好的，二奶奶。赵鹏屁颠屁颠走开后，花如意拿着火钳就对着花如海的屁股招呼：我嫁死鬼老头，还不是被你们花家霍霍的？我没管你们老花家要那1两银子的卖身钱，已经对得起你们老花家了，还敢跑来管我要粮食？哼！我看你们是安生日子过久了，皮子痒痒，想找个人给你们松松皮子吗？我用火钳给你做，滋味如何？哎呦，花如意，你只是要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吗？你将老花家得罪了，就不怕以后受了欺负，没娘家人给你撑腰吗？二奶奶现在很好，我们才不会欺负二奶奶。二奶奶，我以后长大了孝顺你。二奶奶，我长大以后为你养老送终。我们赵家虽然没什么钱，但只要二娘拿我们当一家人，只要有我们兄弟俩一口吃的，绝对不会饿着二娘。若二娘将来碰到了喜欢的人，我跟大哥欢欢喜喜的送二娘出嫁。若二娘不愿意再嫁，我跟大哥就拿二娘当亲娘，养二娘一辈子，为二娘养老送终。听见了吗？托你们老花家的福，我现在有儿子有孙子，不用靠你们老花家了。想跟我花如意断绝关系是吧？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现在就去找村长，让村长帮忙做个见证，我花如意愿意跟你们老花家断绝关系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你吃了我们老花家那么多年的粮食，想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啊？没门儿！见赵东升兄弟俩一左一右，像俩门神一样处在花如意的身边，花如海有些心颤颤，转身丢盔弃甲的往外逃。哎呦喂，我的老呀！哎呦，如海，你没事吧？你个傻了吧唧的娘们儿，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将我扶起来！娘，舅老爷的裤裆扯破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。哎，你们夫妇俩还是赶紧回去补裤裆吧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。哎呀，你这个笨女人！花如海责怪了唐氏一句，夹着双腿落荒而逃。唐氏一脸委屈地跟上。别愣着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洗漱干净，早点上床睡觉，明儿一早还得上豺狼岭呢。春来哥，你动作小点，二娘就睡在隔壁呢，别将二娘吵醒了。二娘今儿晚上睡得早，这会儿应该已经睡着了。老二，你又在作死是不是？深更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花如意烦躁地抓了一下头皮，出门去隔壁敲门。隔壁屋吱呀吱呀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。二娘，咋的了？你问我咋的，我倒想问问你在干什么。你媳妇儿怀山大肚的，身子骨又柔弱，你是想弄个一尸两命好吃席吗？给我滚出来，堂屋里打地铺去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别由着你男人胡来，男人4-5个月死不了，你现在怀山大肚的，若是有个什么好歹，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啊。穿上衣服，抱上了破被褥，开门出来。在门口碰到花如意，赵春来羞愧的恨不得将脑袋低到地里去。二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咋还没睡呢？睡着了，被你吵醒了。花如意瞪了赵春来一眼，转身回屋。
在过门槛的时候，又扭头提醒了赵春来：“咱家生活条件不好，你媳妇儿跟孩子的情况都不是很好，妊娠期头3个月跟最后3个月都是关键。老二，你就长长心，再忍几个月吧。要是这时候将你媳妇害得大出血，不仅孩子保不住，连大人都有危险啊！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向二娘保证。向我保证有什么用？向你媳妇儿保证去。娘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在山里转转。你老人家不是来采蘑菇的吗？我老人家要采蘑菇，干啥还叫你跟老大来？好好干，多摘一些。今儿晚上咱们吃干煸蘑菇。二娘，你别往深山老林去，危险。还知道了，昨个你大嫂跟三妹提醒过我。花如意背对着身后的众人挥了挥手，继续沿着长满荆棘的小路往前。女人，你砍这些细软的树藤做啥呢？该不会是想不开，想用这些树藤上吊吧？女人，你可千万别上吊啊！虽然眼下的日子是有些艰苦，但你儿孙满堂，以后一定能享天人之乐。闭嘴，你才要上吊呢！哎呀，我好久没吃蘑菇蒸蛋了。再说一句，我今晚就吃蘑菇蒸蛋。1刻多钟后，一只由树藤编织而成的狩猎网出现在了花如意的手里。花如意将野菜饼子搁在陷阱里，拍了拍手，拿着镰刀离开，继续往前走。哎呀，好凉快，好凉快！女人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胡乱往前走，走到这里来的。胡乱走到这里来的？那你还能找到回去的路吗？哎呀，女人，你知道这座山为什么叫豺狼岭吗？还能为什么？深山老林里有豺狼呗。你胡乱往前走，就不怕在山里遇到豺狼虎豹？哼哼，这不是有你这个系统爸爸吗？有你这个系统爸爸在，想必不会让我遇到危险的。危险大了！如果你系统爸爸是原来的样子，自然不会让你少一根头发。那你原来是什么样子啊？那天那道雷电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女人，你就一点都不紧张害怕吗？蠢蛋，你老老实实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，我保证将你平平安安带出这片山林。